这个公立学校到底现在在做什么？就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说不能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到底现在公立学校发生什么问题？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哇，今天请到我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她真的是我的好姐妹，她的名字叫命。那命呢，她是在加州，她自己是有她自己的工作，平时都是在公司上班，但是她在周末的时候，她都会非常殷勤的在教会服侍。对，她自己本人参与了很多这个关于政治教育这方面的一些服侍，一些事工。特别就是宣传这个基督的价值观啊，在这些领域，怎么样去持守神给我们的对家庭、对政治的一些心意。所以看到命他最近这1-2年，他真的就是投入在这些事情上。所以今天我就是很想来采访一下他，也想知道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就是他在参与这些事工的背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你本来是在职场上班嘛，对吧？你怎么会突然对大选啊，对这些政治教育这些话题开始这么热衷？对，其实我也觉得我很莫名其妙，为什么就踏入这件事情？其实我是不关心政治的，因为毕竟美国的一些政治的生态，我不了解。然后我一开始是因为有人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人要帮忙去发传单，就是 recall 我们的加州州长这样子，因为他做了很多，通过很多很多不好的法案。所以当时我们是有个 recall，然后只是有人单纯问说有没有人要帮忙在你家附近发这些传单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跟这个姐妹见面，然后她就把这个传单给我之后，我就开始这样子做，就没想到这件事情开始就是从 recall 这个州长，然后接下来又跟有一些就是法案的增签，我们需要收集签名，以至于可以让这个好的法案上台去让大家公投，然后就陆续就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然后才开始了我的所谓的政治参与政治之旅。哇，我觉得就一般人哈，都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热情，开始的时候都会去发一下传单，甚至去游行啊，去什么。但是好像很多人都会中途就退缩了，对，看到一些好像搞了半天都没用啊，搞了半天都没有什么成果呀，那他们就放弃了。对，但是我看到你就一直在坚持，一直好像越败越勇。就是每一次好像有一些沮丧，但是你过不多久，你又开始新一轮的，就是我感觉你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那你觉得这个动力是什么？这个动力是从我去年就是去年我们有一个比较就所谓的中期选举，然后里面其中有一个叫做学区委员的这个职位的选举。那我其实第一次加入这样子的 campaign 的这个活动，然后就是去支持一个保守派的候选人，然后去帮他做很多的宣传，然后去了解很多的时事，然后其实从那件事情开始，嗯。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因为很多家长去帮这个保守派的候选人，他是一个 grandma，我们都是第一次去做这个 campaign 的事情，我们才看见原来学校很多就是公立学校，现在私立学校甚至教会学校也开始有一些，就是从学校开始，我们就看见说，原来他们在教我们孩子这些东西，no wonder 我们的孩子就是很多的思想跟很多错误的价值观，然后让他们很 confused，让他们就是 it's not a healthy thinking，我就觉得说不可以，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即使我没有孩子，可是我看
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未来，所以为什么我就开始越来越火热，就是要在教会啊，或者是在各个平台，只要有人愿意有这个 platform 的话，我就会去宣传说学校教了我们什么，然后我们父母一定要警醒，要好好的来保守我们的孩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就越来越觉得心里有一个那个公益焚烧的灵。嗯，对，我觉得我们华人很多家长，他们来到美国都觉得说，啊，美国的教育就是比较先进，至少跟国内比起来，教育的理念都会更好啊。然后我们就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啊，鼓励他们有那种创新的精神啊哈。我们想到美国教育都是觉得是全世界一流的嘛。对，所以很多华人他们拼死拼活就是要把孩子带到美国来留学上学。然后基本上他们如果已经在美国已经立足了，已经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事业，他们就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公立学校又免费，对不对？很多家长觉得啊，就是要去一个好学区，然后住在那里，学校免费，多好。很少好像有家长会去真的去关心，到底他们的孩子学了些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你，这几年你有开始在这个领域上面去做一些研究，那你可不可以简短的跟我们 summarize 总结一下，就是现在的公立学校，我们不说其他州，就说加州好了，这个公立学校到底现在在做什么？就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说不能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到底现在公立学校发生什么问题？嗯，谢谢。其实现在的公立学校呢，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分4个点好了。第一个点就是所谓的性教育。其实我们的性教育应该，我们以为性教育应该是要教孩子保护自己，然后去尊重别人，然后可是，在现在在这个然后性教育其实不只是一个行动，一个性活动，而是其实性其实它是也代表一个关系的建立。那可是现在在学校讲的是所谓就是 gender flow，然后也告诉孩子说，哎，你不再是你自己出生那个身体的这个结构的这个性你有很多，有时候孩子还是有很多心理的问题嘛。那其实我们长大都会有很多心里自己在想一些东西，那每个年纪都有 attach 这个爸爸 attach 妈妈，或者是 attach 同才，那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生过程，我们成长的过程。但是如果透过这些错误的教导去跟孩子讲说，哦，因为你虽然现在是一个男生的身体，女生的身体，可是事实上你其实是相反的性别，所以呢，你是一个错误的性别的灵魂，住在一个错误性别的身体里面，然后就会鼓励他们去变性，然后借由变性就说，哦，你可以做回自己。现在这个是正在教的，这是变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那个 CRT 批判种族理论，它其实批判种族理论是一个很早以前就开始讲的。我们过去的批判种族理论是指资本家是压迫者，然后被压迫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我们中产阶级做工的给人打工的。那现在呢，他教育我们的孩子是说，白人、男性、异性恋，甚至是基督徒都是压迫者，然后妇女、黑人或者是 LGBTQ 这些都是被压迫者，所以他是以一个就是好像把你冠上一个东西，就是只要你是白人，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压迫者。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种族主义的一个错误的教导，其实会让孩子在跟他的同学之间，特别我们加州是一个大熔炉，所以会在孩子
对于这个种族之间会造成一些对立。事实上有很多这样子学校的bully是这样发生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 SEL 社交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它其实里面有讲到很好，就是说因为现在孩子 pandemic， 然后在家里关太久了，然后很多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孩子本来在成长青少年的时候，在 explore 自己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情绪，还有他的一些生理反应、荷尔蒙。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所谓 social， 就是需要学习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可是问题是，他们是在教育孩子说，要zero tolerance of criticism， 就是说要让他们是零容忍的去批判，或者是去顺从所教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自由言论，或者是给他们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 suppose 应该是要给他们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去看就是不同的种族文化，然后怎么样去学习，跟他们去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可以有很多美好的学习。可是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他们跟父母跟外界讲一套，但是实际上却是做一套，他们 isolate 孩子。那另外一个呢，最后一个就是讲到 SEI 就是 diversity equity 跟 inclusion， 其实他讲的好听就是多样性、公平跟包容，但是呢他其实最后真正的目的，它是根据种族跟性别强制规定，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在学校，孩子要去上大学，在每一个层面里面去，就是说要依照种族跟性别要有这个分配名额，不再是以一个健康的竞争性去做这些activity。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以种族跟性别去保障名额的话，反而会失去社会这样一个进步的动力。所以其实这正在我们的孩子的这个教育界学校里面造成很大影响，所以孩子现在很喜欢社会主义，他们觉得很好，公平，我不需要努力，那反正我得到我该得的，我也不需要太过努力，因为反正我也不会得到很多。哇，谢谢你哈！你讲到4个这个哇，全都是这个英文字母哈。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他们可能还是，特别是华人父母，还是很看重他们的数学、英文就是这些学科成绩，然后什么考大学、申请大学，他们比较 focus 的还是这个学业的部分。他们没有特别的去留意，其实现在学校的重心已经不再是学业，现在很多学校他们的重点，因为我过去是老师，我知道我们开会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学生的问题、学生的成绩、学生的他的发展，而是一直就是在讲你刚才讲的这4点。这4点虽然看起来是有不同，但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东西，它就是在同一个东西上面，好像用不同的说法去证明、去强调，对，去加强，好像让人去觉得说互相可以 support 这样他们的观点。其实基本上你说的性教育，其实已经不是性教育了，我觉得是性别教育。就是过去我们觉得男女那有什么好讲的，男就是男，女就是女嘛，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 learning， 对不对？还要去学你是男的，你为什么是男的？你要怎么变成男的？这个好像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我们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嘛，对不对？你是男的就是男的，你是女的就是女的。但是现在就是他把它变成是一个主题、一个学科来研究、来讨论，然后去学习。那你觉得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帮助现在一些华人家长，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些，可能有些家长还是会觉得我就是关心我孩子的数理化我就是关心他的学科，然后关心他以后是不是会有去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他可能不是那么关心管你什么性别，反正我的孩子是男生，他不会变成女生，我就 OK 了，我不会去关心别人要变性，别人要干嘛，好像不关我的事。
呀，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做父母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有小孩的话，我也会就是希望他就是学很多东西，然后以后可以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开始成家立业什么的。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去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可是我发觉现在就是。其实我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外面有很多凶杀案，有很多高学历的人，可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去面对生活上面一些困难，在他们无论是分手啊，或者是好像跟同事之间的一些人际关系，然后处不好啊，然后就一直闷在心里面啊，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沟通啊。虽然是赚很多钱，虽然是好像可能在高科技工作，可是或者是学校教书，或者是各方面，但是其实品格这件事情最基本、最普通、最不起眼，但是它其实反而是给孩子一生造成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影响。也许他跟人有矛盾，也许他心里面有一些障碍，他情感上面有一些的就是也有一些受伤或者什么的啊，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通过正常的一种心理教育去嗯教育他。但是现在就是说，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心理问题都归咎于是他的性别出了问题，或者说是嗯归咎于是这个种族歧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解决他自己内心的那个根部的问题，而是把他推到一个另外一个完全就是不相干的一个问题，然后他觉得好像他的性别变了，他就会变好，其实根本就不会。他性别变了，但是他的里面那个东西还是一样，他的品格并没有被塑造，他里面的那个好的良善的他的这种抗压能力等等，其实并没有被塑造出来。他只是在外嗯，表上面，他想要去在生理上面他想去改变，但是他里面对心理的那部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健康，这是我自己的对，理解。嗯。这个部分是，其实就 for example，像 DEI 就是 diversity、equity 跟 inclusion 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嗯说，他如果是以种族跟性别来做这个保障名额分配的话，其实会 discourage 孩子。就说我们其实一个社会的健康的进步的方式，就是一个健康的竞争性。那如果像现在时事来讲，以华人现在孩子要去上大学，那因为这个 DEI，所以呢，很多孩子他没有那个名额进去所谓好的大学，嗯。那父母就会很紧张。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孩子就会觉得我被 discourage，我再怎么努力，我都没有办法想要上到，我真的想要去 Stanford 去上一个好的学科，哪个教授，或者是剑桥，或者是理工学校。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是一个实际生活层面上面影响。事实上，其实在很早期的美国是没有公立学校这回事。嗯那为什么有公立学校这回事？当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但是呢，很早期都是教育是父母的责任，然嗯后不仅只是在知识上的教育，而是身教，还有很多这种品格上面的，除了知识以外的，其实都是归父母来给孩子一个影响力。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一个鸿沟就是说，我们就觉得把孩子丢去学校，父母会有一个 break time，因为就是父母工作也很忙，一直想要给孩子好的环境、资源各方面，所以拼命努力的工作，这无可厚非。可是就失去了跟孩子分享、孩子一起的时间，例如说 story time。或者是跟他有一些聊天，或者是跟他一起去打球，跟他一起做一些活动，那这些都是已经失去的，所以以至于就是
父母已经开始遗忘，就是我其实我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我生他出来，我也要养他。养这件事情不是只是给他喂饱吃饱，然后给他优渥的条件，而是一个身教跟一个价值观的传承。就甚至像说基督徒的父母，我怎么样把我的神带给他，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传承的，必须是我要怎么去影响他，让他知道父母是没有办法24小时在他身边，但是呢，如果你认识神，信靠神，神是24小时在你身边，你可以随时呼求神，去经历神。这个就是一个父母的传承，而且其实这些真的看似不起眼，反而却是更重要，但是却是现在正在失去的。所以当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学校就是他可以 whatever manipulate 你的孩子，然后父母却不知情。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跟父母好像到青少年就开始很多的冲突，其实是因为孩子没有感受到被爱，就觉得说，哎，你就是只是给我钱，你就是给我这个好的环境，但是我没有感受到你的爱，所以他们才会去外面找这些无论是电动啊、吸毒啊、同财啊各方面的认同感。所以这是一个很 critical 我们失去的部分，断层的部分。对，而且很多孩子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到了大学，我不知道具体的那个数据哈，我知道就是大部分超过50%绝对就离开了，对，他们到了大学就离开了。这个也是因为大学他们所宣扬的价值观跟我们基督价值观是很大的不同，甚至有些基督教大学，对，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在宣扬这个符合圣经的价值观。现在基本上大学就像你说的，就是社会主义、人文主义，所以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学生进到大学就是被洗脑了，是基本上是这样的状况。所以，确实就像你说，家长他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们的这种身教，是相当重要。对，到你的这个旅程因为一张传单，你开始接触这个政治大选，然后你发现，哎，其实大选跟教育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开始去了解学校，了解学校在教什么，然后发现很多的问题，对，所以现在你的主要的负担是什么？我其实主要的负担，就是坦白讲，因为2024年，我还是主要是在选举上面。我所谓的选举，并不是告诉大家要投谁，而是就是选举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选出来的人，他其实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会影响我们下一代的生活。那所以呢，我其实我的主要focus 还是在选举上面，就是主要是在推广，就是说这些我们选出来职位的人，他们做的决策，不同的职位，他们会在我们的生活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所以这是我还是主要 focus， 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好像选举告一个段落，所以呢。